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很多啊，一个是人民银行收紧货币政策，楼市股市会受到压力。那么香港 BNO 政策2周签证5000人。那么茅台酒厂总工提名中国工程院院士然后就是世卫的顾问，他说这个武汉病毒所泄露并非阴谋论那么后面这个呢，这个世卫的这个顾问的这个访谈呢，是法国的一家杂志那我直接拿来原汁原味读给大家听这个是有价值的一个访谈。那么前面我们一个一个讲在这个所有的主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就是美国宇航局发射的这个毅力号探测器2月18号以每小时2万公里的速度进入火星大气层，7分钟之后成功登陆火星那么这个探测器毅力号探测器飞了7个月，整整几十年的努力那么数百亿美元的巨大投入那么它就是美国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探索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是一个让人类非常好奇的问题那么今天上午美国宇航局发推特表示，火星探测计划旅行完成了 99.9%， 最危险的最后7分钟那么火星探测器整个降落过程非常复杂和危险降落地点这个地势起伏，风险很高那么科学家认为，大概这个50平方公里的这个撞击坑区可能隐藏的一个巨大的秘密。那么35亿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大湖那么科学家希望在这里找到曾经有过的生命的痕迹。那么这个科学家说，我们掌握很有力的证据，在很久以前，火星曾经有过生命。那么宇航局的任务很明确，采集岩石样本，在这个火星上发现古代生命的痕迹那么美国从1997年开始发射了5个登陆火星的探测器，那么其中2012年8月6号登陆火星的好奇号探测器到现在还在工作，它原来计划是做2年，就是工作2年，结果现在一直它性能太好了，到现在这个它的工作期限无限延长那么人类对火星的兴趣有增无减。那么2019年10月，美国宇航局表示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盖尔陨石坑内发现了这个沉积物，表明坑内曾经有盐水湖，显示出气候波动使火星环境从曾经的温润潮湿演化为今天的冰冻干燥的气候那么中国也发了一个天问1号探测器，已经进入火星的轨道，那么其中它安置了一个无人驾驶的机器人，有望5月份着陆那么简单的说一下那么这个毅力号很棒已经成功登陆火星了。那么美国现在有2个火星探测器在火星上工作好，我们讲第一个主题，人民银行收紧货币政策那么股市楼市受压2月18号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罕见的大幅的回笼了流动性2600亿回笼流动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公开市场操作上的时候抛售国债，怎么样？就会收取流动性。收取流动性的意思就是把钱收回来，把现金收回来那么人民银行曾经多次发表这个声明解释那么这个我们最近要稳杠杆但是实际上人民银行手里的活其实是在收紧就是
人民银行过去10年啊，基本上已经改变了之前的做法啊。以前人民银行就是他不想说的呢，他不说啊。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在收紧银根，他不想告诉你，他就不说，悄悄的干啊。那么这10年人民银行不是，人民银行这10年的做法是什么？打左灯往右拐，打右灯往左拐，老干这种事情啊。所以大家要看什么，不能光听他说，还得看实际情况啊。我们看看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先说今年春节，今年春节前后，人民银行的操作和往年很大不同啊。具体来看，今年春节前，因为春节通常是中国现金投放的高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需要拿现金。为什么要拿现金？发红包发红包，中国人发红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银行要这样向市场大量的投放现金啊。那么今年春节人民银行投放多少？4300亿啊，4300亿比往年少了多少？7500亿，少了很多啊。那么这是非常低的了啊，过去这么多年都是非常少的了，这算是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过年前投放的现金很少，第一个。然后他的解释就是说，今年的这个现金需求少啊，现金需求少说明什么？说明红包发少了啊，就是说明今年中国人红包发的少，所以现金需求少啊。然后往年春节后通常会启动1个月的逆回购啊，逆回购提前投放资金，甚至会降准啊。那么今年临近春节，所有央行的跨节资金都是7天、14天，没有1个月的啊。所以2月18号啊，就是2月18号今天啊，这个人民银行向媒体转发这个旗下的一个文章啊，他们文章说不应该关注央行的操作数量，而是应该关注货币政策取向的这个以更有指标意义的，像什么公开市场操作利率、MF 利率等等，不能只看这个量，要看利率啊，否则的话就会对货币政策产生误解啊。然后就说什么呢？是央行操作会更加精准，按照需求提供流动性啊。那他越这么说呢，我们越要看什么呢？看这个资金投放啊，资金投放少了，你说什么都没用啊。那么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NIFD 发布的2020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啊，那么202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是什么？宏观杠杆率就是一个国家它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国家的债务率啊，就是这个国家借了多少钱，就是杠杆率啊。那么中国宏观杠杆率从2019年的 246.5% 攀升到270%，就是整个国家的负债和 GDP 对比。那么整个中国国家的全国的负债和 GDP 相比，2019年是246就是比这个 GDP 要多246那么增加到270就直奔300去了增幅多少？23.6%也就是将近24%。那么这4个季度是去年4个季度是什么情况？第一季度增长13.9%，第二季度增长7.2%，第三季度增长3.6%，第四季度下跌1.1%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上半年大水漫灌一口气涨了多少？涨了将近21%那么这是，然后下半年开始收那么特别是第四季度已经变成下跌了那么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去年当然主要是疫情啊，疫情以来的时期很特别，很特殊啊。那么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三个部门啊，就中国的金融分类当中啊，基本上把这个所有的金融分成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叫什么？叫政府部门。第二个部门叫什么？企业部门。第三个部门叫居民部门。居民部门就是老百姓啊。那么杠杆去年整体的杠杆上升了24%啊。那么政府、居民、企业三个不能杠杆同步攀升啊。那么这个报告是这么说，他说，在这个23.6当中啊，企业部门贡献了40%，居民和政府部门各贡献了30%啊。那么企业部门的全部贡献集中在一季度啊，一季度企业杠杆率上升 9.9%， 全年上升了 10%啊，下半年就在去杠杆。那么3、4季度宏观杠杆增长 2.5%， 那么其中居民和政府部门各增加 2.3% 和 3.1%。那么其中核心的问题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居民啊，居民的杠杆率上升啊，引起关注啊。那么2020年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就是人民银行的，他这么说，他说2011年以来居民部门的杠杆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借钱啊，借债啊，持续走高。2011年到2020年上半年上升了 31% 啊，上升 31%， 也就是10年间上升 31%。那么居民债务扩张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相关风险值得关注啊，要高度警惕居民杠杆过快上升的透支效应和潜在风险。那这个话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最近一线城市房价上升啊，在房价上升的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地方政府使劲的抓这个房价啊，这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原因，开始查什么消费贷、个人信用贷，还有这是经营贷的资金流入房地产，就开始抓这几件事，这两件事，这两件事情都是针对什么？都是针对这个人民银行讲居民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的金融风险啊。那么由于居民杠杆过高啊，这些杠杆如果都杠杆就是债务啊，这些钱借来的钱都跑到房地产市场的时候，那么房地产和金融风险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啊。所以受近期楼市升温的影响，今年1月份啊，2021年1月，中国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了多少？9448亿，就将近1万亿啊。那么这个报告指出，房地产贷款是拉动居民杠杆上升的主要原因啊。那么大体上就是这样。那么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几点啊，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再详细说可能有些同事网友会睡着啊。我的看法几点啊，第一点，去年人民银行大水漫灌啊，特别是上半年啊，到了下半年发现，特别是到了年底，发现通货膨胀开始出现了，怎么办？就开始收杠杆啊，收杠杆。你可以看数据啊，人民银行讲很多花俏的东西，什么精准滴灌啊，什么支持实体经济啊，那都是胡扯，你不用看那么多，就看大数就够了。这个做法是什么？这个做法就是很典型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啊，就是这个啊，就没有太复杂啊。那么今年的情况是什么？整体的货币供应水平处于偏紧的状态，就人民银行不敢再大水漫灌了啊，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会更紧。收紧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那么去年大水漫灌造成的这个持续杠杆持续的上升，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和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它要开始收了。去年放太多，今年不敢再放，再放这个影响很大。这第一个就是风险主要是风险。第二个，通货膨胀来了通货膨胀，今年通货膨胀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货币原因，就是去年放的钱太多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基础产品涨价带来的这个成本推动型。你比如说石油价格上涨比如说石油价格上涨煤炭价格上涨粮食价格上涨等等，都是基础产品。基础产品的价格上升，它会产生什么？产生连带的影响，就是下游都会影响成本上升，你有的时候价格就会上涨比如猪肉价格最近在跌但是你跌一阵子之后，你就看到它就会反弹的了，而且会弹得更高。所以猪肉价格大家留意一下，最近在跌的原因是什么？最近在跌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非洲猪瘟反弹卷土重来，下的这些养殖户，这些猪场下的够呛，怎么办？猪还没到龄，还没到时间呢，还没长够这个体重，就抛了，就把这个猪往外抛。所以现在市场上这个不足龄的猪占整个市场30%这就是为什么猪肉价格下跌的原因。但等这些猪场把这个猪肉现货的猪抛的差不多的时候，那猪肉价格就往上跑了你可以看我估计这个时间也不会太久，1-2个月就会看到好，第一个新闻。所以呢，整体的呢，就是人民银行收紧货币，就是往外放的钱少了，有2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当前中国市场的不景气现象会持续，甚至会加剧，就是市场的不景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资产价格受到压力。资产价格讲的是什么？房地产市场跟股市这2个市场依赖什么？依赖人民银行的货币供应，就这2个原因。好吧，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我们讲讲财经，好久没讲财经，有网友提意见我们讲讲财经，因为当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这个财经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讲这第一个。第二个，讲讲香港 BNO。英国正式开放这个 BNO 签证就是5+1，5年加1年就是5年，给他5年签证居留签证，他可以工作，5年之后就可以再用1年就可以获得永久居留权，用1年时间获得英国公民资格所以5+1的这个签证政策实施将近半个月，就是2周英国泰晤士报说，现在已经有5000港人申请那么预计今年会达到15万人会有15万人申请。那么1月31号开放，那么第一阶段是在网上申请在网上申请，但是呢，申请人按照预约到香港的这个签证申请中心提交文件就是你必须去现场提交文件。那么2月23号开始可以用手机 APP 申请，就不需要去签证中心。那么这个泰晤士报报道说，这5000人呢，有一半已经人在英国，他们已经人在英国，那么很多是逃避这个迫害前往英国，已经获得了临时的居留。那么英国当局已经预料正式开放的时候会收到大量的申请，那么估计经过一波申请之后数据会回落。目前香港有35万人持有 BNO， 有250万合资格的港人可以申请 BNO， 另外还有250万家属。所以你可以看就是基本上有750万人就250万合资格的人
另外还有250万是他的亲属，加在一起已经有500万人啊，总共有540万人有资格申请 BNO。那么前5年是30万啊，那么当然香港人不一定全会去英国，香港人的理想移民的地点是加拿大。那么牛津大学的移民观察的分析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如果以这个数据发展啊，到年底会达到14.5万啊。那么我们讲讲香港的人口。2月18号，香港统计处公布香港的人口，香港的人口是747万4200人啊，与2019年就是2000年年底啊，2019年年底的数字是7500人，7520万0800人，减少了多少？46500人啊，跌幅是0.6%。那么其中啊，自然减少就是出生人口减掉这个死亡人口，出生人口是43000人，那么死亡人口是49800人。那么同时去年净移出人口是39800人，大数是什么？大数就是4万人啊。那么其中有1万人是单程移入，就是从大陆拿单程证啊，单程通行证叫通行证，其实就叫通行证，不叫单程通行证啊。移民到香港有1万人啊，1万人。那么移出呢，49900人，也就是5万人啊。移入1万人，移出5万人啊。那么也就去年1年时间，香港人移民走了5万人啊。那么统计局的发言人说，从2016年到2000年的5年期间，除了2018年以外啊，不包括单程证持有人的香港居民都是净移出，就是从2016年开始，每年都是香港都是净移出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是香港的情况啊，香港的情况毫无疑问，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那么香港的环境越来越恶劣，那么甚至现在会有一个情形，就是政府已经提出了一个议案，就是给香港入境处的权利，一个什么权利？就是可以禁止任何人离开香港啊。现在香港是没有这个权利，因为人权法规定，公民是有这个自由迁徙的权利。你没有，除非我犯刑事罪，否则你没有权利拒绝我出入境啊。这是一个这个。那么他们现在提出一个议案，就是给什么呢？给这个入境处一个权利啊，就是当政府可以阻止你出入境啊。那这是一个信号。什么信号？香港特区政府非常害怕香港人离开啊，他可能就会不让大家离开啊，说明离开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到他们已经害怕啊，这件事情是这样。然后我们来讲讲茅台酒的总工啊，茅台酒总工这个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啊，非常搞笑。今年1月1号，这个2院院士又开始这个启动啊。那么其中呢，茅台酒的总工程师叫王力，提名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那么网上就各种说法就跑出来热议啊。2院是什么？2院就是一个是叫中国科学院，一个叫中国工程院，合在一起叫2院。它代表了中国科技领域最高的水平啊。那么这件事情可以和它相对照的是什么？就是2011年，10年前呢，2011年的12月啊，当时的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
这个叫谢建平啊，他是烟草化学专家啊，那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啊，当时很多人反对，尤其是医学界啊，为什么？这个谢建平呢，他有一个技术叫这个降焦减氦。降焦就是焦是什么？焦就是焦油，香烟里面有个物质叫焦油，一抽烟它里面产生焦油，烟草产生的焦油。那么香烟对人体的侵害主要是焦油啊。那么它叫降焦减氦技术啊，这个他发明了一个这样的技术，可以降焦啊，降低这个焦油水平。那么医学界认为呢，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降焦减氦的这个技术呢，并不能减氦啊，反而被烟草公司拿来做宣传，吸引消费者。但其实呢，你不能减氦，然后拿来做宣传，那不是坑害中国人民的健康吗？然后呢，就是他这个名单上去之后，上百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要求重新审议谢建平的这个院士资格。然后就联名，但是没有，但是仍然保留下来，就是谢建平这个烟草院士就是保留下来啊。那么工程院删除了烟草科学与工程学科的这个名字，但是谢建平还保留下来，可见什么？烟草是什么？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什么？是宇宙最大的公司啊，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啊。那么这是个非常坏的先例。你可以茅台酒厂，你看到啊，就是茅台酒这件事情，你马上想到是谁？就这个烟草院士。那么这个王力现在网上给他的说法是什么？给他说法叫酱香院士啊。那么院士的评选过程当中呢，就是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考量，其实一直是很受关注，也引起很多的议论啊。2019年有一个人是竞选，谁呢？李彦宏啊。李彦宏是谁？百度的董事长和 CEO 啊。那么他就是提名他去这个竞选这个中国工程院的院士，最后落选。落选的原因是什么？落选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百度的搜索引擎，它的竞价排名机制误导公众，坑害了很多老百姓啊！这件事情在社会上影响非常的恶劣啊，这是李彦宏落选的其中原因。但是李彦宏是外资企业啊，这跟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什么？国企啊，这个不一样啊。虽然两件事情你放在一起看都是名声不好，烟草公司有名声好吗？肯定不好。这个李彦宏竞价排名他就落选，那个谢建平就拔不动，上百名院士，你看社会议论一下，直接把李彦宏拿走。上百名院士联名写信都动不了，为什么？国企，所以国企横啊。中国的事情就是跟权力有关。那么2月9号，这个贵州省科技学会发布中国工程院士贵州候选人名单公示，4名候选人。这个王力出生1972年，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和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是发酵与轻工生物技术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央广网评论酿酒行业性质特殊，鉴于酒精对健康有害，推荐酿酒技术研究人员评选院士难以代表科技战略方向，且会引起民众对社会科研方向和院士推荐评选标准的质疑然后这个文章还质疑什么呢？茅台是当地纳税大户，市场因素是否影响了推荐？
它还是国企。然后就是这个中国预防科学院预防医学院的副院长这个吴怡群说啊，他说柳叶刀曾经明确表示，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对身体有害啊，网友们注意了啊，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对身体有害。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敦促各国政府采取限制酒精的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酿酒企业的总工入选院士显得很滑稽啊。那么院士有什么标准？院士有2个标准，第一个学术标准，第二个院士作为一个荣誉制度，要起到对主流价值、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起到一个倡导性的作用啊。那当然显然这个茅台酒的总工程师在这2个方向都不符合这个标准。前面我们讲了，酿酒伤害公众的健康，酒精伤害健康，中间一堆的这个贵州省科协表示说了一堆白酒也是一个行业，我们不能歧视任何一个行业。然后贵州这个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领导办公室说，这个现在这4个人都符合申报资格，尚在公示会研究大家的意见。工程院2月18号回应，王力目前尚处于地方科协推荐公示阶段，还不是中国工程院2021年院士增选的有效候选人。然后就是贵州科协公告显示推荐的日期，公示的日期为2021年2月10号到2月24号。如有异议，可以在这个以书面形式向贵州省这个领导小组反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力的这个还很长我们看一下什么？看一下这个酿酒技术是否属于重大创造性的成就根据2018年中国工程院的章程，提名并当选院士的专家要符合2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大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这第一个。第二个，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品行端正。那么重大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的定义是什么？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里面讲，在某工程科技领域有重大发明创造和取得重要科研成果，并且有显著应用成效，或者在重大工程设计、研制、建造、运行、管理及工程技术应用中创造性的解决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重大贡献，或为重要工程科技领域奠基者、开拓者。那么以上各项包括在培养工程科技人才方面做出成就和贡献。好，我们看看王力的水平怎么样？王力是1994年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就是现在的陕西科技大学食品专业，然后就在茅台酒厂就进了茅台酒厂，一直到现在。目前担任茅台酒的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和研究员那么获得多项荣誉称号。那么他参与研究的基于风味导向的固态发酵白酒生产新技术及应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大家记住如果你看到你喝的中国的白酒如果是固态发酵的话你就尽量的小心一点就对了据2018年一项评选活动，王力曾经主持了10几个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那么还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培养了一批白酒评审人才然后就是论文。
那么知识分子的检索知网显示，作者含王力，而且单位是茅台酒厂的论文有60篇，作者含王力且主题为白酒的44篇啊。那么这些44篇主要讲的是什么？工业标准啊，这个茅台酒白酒中微生物的组成啊，化合物检测方式啊等等啊。那大部分发表在酿酒食品发酵的期刊上。最高被引用的论文是什么？是茅台酒生产过程中微生物研究进展啊。那么发表在酿酒科技上啊。那么酱香型的这个白酒成果对于中国的科技创新有多大的贡献啊？那么如果从目前的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来看，茅台酒厂采用的这个传统工艺里面涉及到有多少的创新创造性？我们觉得，王力作为一个这样的候选人，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工程院的这个含金量非常少，一捏捏啊，就这样啊。那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念这个世卫顾问的这个访谈，我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会把这个贴到这个社区去啊，大家留意啊。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啊，几件事情啊，一个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探测器2月18号登陆火星啊。那美国现在有2个探测器在火星上工作啊，这第一。第二，人民银行收紧货币政策，楼市股市受压啊。然后香港 BNO 政策2周签证5000人，然后就是茅台酒厂。茅台酒厂总共提名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反映了中国工程院院士的科技水平一捏捏啊，就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近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节目的主题增加了啊。我们原来通常有一个主题我们会展开来讲。那么会基本上从新闻的角度来说，那是个新闻专题。那么现在呢，我们发现这个内容更多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是我的语速快了，我发现我现在语速比以前快了很多。语速快了很多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能容纳的内容就更多了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原来的观察的范围相对比较狭窄，那现在我们的观察的范围会更宽啊。当我们范围一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每天有价值的新闻，或者我们觉得有值得推荐给网友的内容更多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每天至少有2到3个主题的原因啊。所以跟大家告诉大家，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这样，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一个主题它有扩展的空间的时候，或者值得告诉大家一个更广泛的背景、更广泛的内容的时候，我会继续保留我们原来的模式，就是我们会用半个小时讲一个专题啊，这个我会保留。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今天主题比较多啊，都值得讲，你比如说像今天茅台酒厂这个，我还是很想讲啊，很想讲讲。就是当你把这些资料准备好之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啊。那么包括像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的调整，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新闻，所以这我觉得都值得说。那我们就不可能每个新闻都展开的那么广那么深啊。大概就是这样，我是跟大家交代一下啊。那么下面我们进入互动。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
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大概我们会在9点半左右吧，我们会去 Clubhouse 去开个聊天室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好，明谢刘艳，谢谢老罗王，谢谢翻墙的朋友们加油，请大家点赞，谢谢玉鑫，谢谢情况。国内现在一个劲的宣传中国探测器进入火星轨道，美国探测器登陆的事一个字不提。OK， 观点：欧美央行目前大水漫灌，如果大陆收紧流动性，会加速人民币升值。2020年已经升值 8%， 如果收紧会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不是中共目前要的，所以货币政策还有待观察。OK， 情况刚看到一个律师同学转发朋友圈的一篇文章，文章提到北京农村一个钉子户的宅基地被村集体收回，钉子户起诉地方政府，法院说宅基地收回的行为没有事先上报人民政府批准，因此是村集体自治行为，非行政行为，驳回了钉子户的上诉。我是西南政法大学毕业的，我真的为中国的法律感到可悲可耻，老百姓的财产不受保护，心痛西南政法可是权倾一时中国政府现在法律只做一件事情，保护政府，打击人民就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南华早报，越来越多的学生出国，中国计划遏制低龄留学风，过早出国不利于洗脑吧？我看了这篇文章，我把这篇稿子的源头找来看了一下，没有具体的政策，所以大家比较敏感一点就是那个内容出自什么呢？内容出自教育部的部长2021年工作计划、工作安排的一个讲话，我找一下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讲话，我找到了，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讲话，这个全文叫什么呢？趁势而上这一看就是习近平的马仔，趁势而上这个很流气的一种说法，趁势而上。狠抓落实，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育部长陈宝生，他的讲话的日期是2021年1月7号他这篇讲话非常的长讲这个第一部分回顾2020年的工作，第二部分呢就是讲2021年的工作安排那么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然后就工作安排。那么有提到一句话我看一下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就是意思就是这个留学生低龄化的问题那么不鼓励。他其实原来是中国在低龄留学生是不鼓励也不反对那么现在呢，他就把那不反对去掉了，只是不鼓励现在的政策是这样，现在的这个政策不鼓励是不是就反对呢？遏制呢？不一定为什么？大家知道低龄留学生都是来自哪些家庭都是来自官宦家庭都是高收入家庭，所以一般的老百姓还真的没这个条件所以我不觉得他会遏制是另外，遏制采取措施阻止你他现在原来是不鼓励不反对，现在把不反对拿掉，不鼓励，剩下不鼓励了不鼓励离遏制还有点远，而且他只是说没有出政策，所以我不觉得会有太大的影响
情况：2018年知乎文章，中国房地产总值450兆人民币，比美国、日本、欧盟总和多10兆。今年回台时看到台湾很多县市开始盖新兴市镇，市容不输大陆，经济复苏明显。一般经济体是经济带动房地产，中国是房地产带动经济啊。其实根本的是什么？根本是借债啊，寅吃卯粮。所以你看吧啊，你看，广东话有一句话叫吃得来行，几周有完啊。你借了这么多钱，迟早是要还的啊。情况，台湾跟去年比也有通膨啊，就通胀，但菜价、食物顶多涨5%而已，其他无感啊。那中国的物价涨的。那可以是涨得天上去了，我觉得现在啊。提问：由于中共强推国安法，导致香港越来越差，可是香港坏了，对中共也是弊大于利。中共不能悄悄的搁置而取消国安法吗？不会的，那是不可能的啊，那是不可能。国安法不是他一拍脑袋的想法，国安法它是要把香港变成一个他能够控制的城市。国安法这个推出啊，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人拿这个棒球棒冲进了一个陶瓷店，然后就开始跟陶瓷店的老板打起来，他要占领这个陶瓷店。这个打的过程当中，那些陶瓷不就乒乒乓乓全碎了吗？这就是香港的情况。最后，他拿着武器，陶瓷店老板手上没有武器，他就制服了这个老板，他要控制这个店，他占领这个店，这就是中共想做的事情。他都已经打得稀里巴拉了，他已经占领了，那他为什么还要改，还要取消？至于说这个坛坛罐罐都打碎了，他情愿要一个打碎的陶瓷店，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他也不要一个美轮美奂的，但他只有一部分利益的店，他控制不了的店，这就是中共的想法。所有的情况之下，中共一直不在说可控吗？控制是什么？所有的集权政权、独裁政权，他永远脑子里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得控制这件事情，我得管着你，我得控制得住你，想的都是这个事情，做对事情没有关系。所以虽然他的利益有受损，但是没关系啊，我得到更多啊。比如说原来是1000，我中间有100，占1%，现在打掉了1000变成了100，我占100%，我还是我就占了100%，我能控制了。他这么你得理解他这种思路啊。情况：海外中资银行收到国内银行因周转资金不足，需要借款申请。据说现在国内银行已经尽可能减少贷款，并且提前要求企业还款来回笼资金。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呢？年头年尾呢，就会跟企业讲，你这里借了我2个亿，好，你先把2个亿还给我，然后重新申请，就是这样。观点：酒厂院士科技性不高，侮辱性极强，清醒的人活不下去，所以造酒厂可以成了院士。观点：王工研发的酒对 A 股贡献是有的，它算是横跨化学、食品、生物。对不起。多行业的人才。好，情绪依稀记得好几年前茅台出软文说酿酒技术不重要，酒窖才重要，说茅台的技术拿给别家，没有祖传的酒窖完全不同。天花乱坠吹了半天，
技术又成了科研技术了，感情勾兑白酒已经不够了，院士也得勾兑起来，沽酒已经不满足，沽名也得齐头并进。对不起。我还看过一个软文，讲茅台酒为什么这么厉害，说他们那个茅台镇的那个环境，那个环境有一个特殊，有一些特殊的微生物，那这种微生物呢，能够给酒带来特殊的风味，然后加上你这个酒窖那吹的不是一般的。观点发生在厉害国不奇怪，小学生可以当博士，院士可以卖假药，工程院很快就是第二个政协了。观点 Change your brain, change your body 这本书里面早就写过，饮酒会造成不可逆的大脑萎缩，所以滴酒不沾没有任何损失，这叫保护自己的大脑。实在嘴馋，红酒里面那极其微量的营养物质可以直接服用其中的有效成分白藜芦醇。 OK， 情况，茅台前董事长季克良曾经说过，茅台酒含微量元素1000多种，厉害啊！我看着元素周期表才发现，人类已知的元素才118种，厉害了我的国，有外星科技。提问王婶，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兴起，我觉得应该看3个方面，一是国家公权力、法治还有民主政体，这3个维护一个平衡，就能保证一个国家的强大，如美国。但是中国这样极端的专制国家，只有国家公权力而无法治和民主，何能成为第2大经济体？应对应有很多法治和民主却国家公权力相对薄弱的国家，没有办法发展的比中国好，因为一直在国内新闻处于2个极端，所以想保持思考，又苦于环境所困，望王舍解答。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唯一的答案是什么？就是人口。GDP 和什么有关系？ GDP 和人口是有关系。中国虽然是第2大经济体，你平均一下你就知道中国排第几，中国排得很厚很厚。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呢，和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什么？直接的关系就是人口当你有14亿人口的时候，那你乘一个每个人产生的这个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那就是这样。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如果你要参照的话，应该参照什么？你应该参照人均 GDP， 你把人均 GDP 来参照一下，这就比较有这个可以信服的关联，好吗？情况，老师在前一期节目中讲到美国的稀土开采，现在有一家刚上市的开采稀土的公司叫 MP Materials，股票代码 MP， 开采地点加州，公司总部设在拉斯维加斯。对，加州就有稀土矿。情绪，屠呦呦先生还不是院士，烧酒的和卷烟的当上了院士，带货的一哥卖自家药的健生寺，校长带女学生招待他的上级，把祭奠故人说成是报复性的消费。袁世凯死后100年又活了，林林总总，大中华5000年来未有之怪现象情况，东三省昨天开始废除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不是，它是建议没有废除那是个建议观点，建议大家有能力的赶紧把小孩送出国读书，因为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正在学习 Stanford 和 MIT 的数学专业的一些课程，感觉耳目一新，老师讲的深入浅出，十分吸引人，而且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让人敬佩。想想自己以前在国内的大学，国内前5学的是高等数学，简直不堪入耳。我是大学后2年出国的，然后又读研究生，
现在很后悔本科没有马上出国。我身边本科出国的朋友们都遗憾高中没有出国。OK， 好吧，我还是那句话，有条件的就尽量的送孩子越早越好啊，越有条件的。我以前很反对中学送孩子去国外啊，我以前非常反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还是觉得孩子应该跟家人在一起啊，那么家庭教育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环节。那么如果在高中阶段，特别是在高中阶段啊，高中阶段人进入一个积极探索又有很多迷茫的状态，家长父母在身边给他指导很重要啊，很重要。那么特别是在反叛期啊，这个时候决定人的很多东西就在这个阶段。那如果他出国留学，父母不在身边，这种缺失会有一些不可逆的影响啊，这是我一直反对，所以为什么一直反对小留学生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和国内的这个洗脑工程相比，那我情愿让他去国外，这是我现在的看法，看法都是会改变的。观点，王老师这样的节目节奏很好，主题多就略讲，主题少就详讲。OK， 好，谢谢Upa A， 谢谢，感谢王舍的专业金阳，谢谢王老师，新年快乐，你的咳嗽深吸洋葱很灵啊。OK， 谢谢啊。其实我感冒已经好了，基本上好的差不多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又咳了一下，可能用嗓子过度了一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